係嗰網友，呢一條片啊，係講呢個靚女金克宇，哇爆出呢個極大嘅醜聞出嚟。佢係唔止係靚女仲係代表中國經濟發言嘅人，呢個就係係可以咁講，係中國經濟學家可以喺西方發言去頂級呢一個國際會議上邊嘅高度知名人物，竟然爆出呢個詐騙嘅醜聞好啦，新春盤菜我再 call 大家已經咧即係年卅晚啊，年初一、年初四咧差唔多齊晒㗎啦。呢個就係呢幾日要訂咧就好訂㗎啦。今年咧係特別好食嘅，就用咗花膠筒呢一個係海螺片呢個高湯魚肚呢啲最名貴嘅嘢，呢個係咁就係，但今年咧就送到樓下同埋屋村口嘅啫咁就係如果你去嗰個去門市攞咧，係再送一個羊腩煲俾你。就係呢幾日你嚟買300蚊嘢就有一袋糖果，你喺網度咧500蚊會包一袋糖果俾你。呢個係唔係好多大陸傳媒賣咗噶啦，已經證實嘅嘢。財新網透露，金克宇呢個人佢今年43歲，都幾靚。2022年同余海軍發展出婚外情，兩個人咧供呢個出雙入對唔緊要，最荒謬一幕係2022年7月24號，余海軍以召開股東分紅會，請嗰啲投資代表去別墅開會，其實開一開會就慶祝兩個人嗰個女嘅滿月酒。喂，呢個金克宇係一個貴族嚟嘅喎，真係喺世界呢個係代表咗呢個紅色血統嘅貴族高級知識分子。首先兩個冇結婚，而佢嘅爸爸媽媽盛裝出席。佢嘅爸爸係亞投行嘅主席嚟嘅喎，呢個係余海軍同個原配余永飛仲係合法婚姻，佢做人哋小三，而係仲要個爸爸出嚟慶祝。金立群前財政部長，亞投行嘅主席，喺呢場香豔嘅桃色面紗下邊呢，揭露嘅係保利德嘅驚人騙局。呢間2001年起雄霸華東嘅豪車帝國，佢係代理乜嘢嘅呢？ Benz、BMW、保時捷，一度創入一年嘅收入120億。佢係代理呢啲嘢，佢就開嗰啲叫大陸叫 4S 店即係我哋香港人好老土唔識得寫字，好大間汽車代理賣二手車，提供售後服務同埋保險同埋呢個分期貸款，咁咪叫 4S。 佢咧就用高端品立會同頂級夜宴嚟賣車嘅，編造虛假繁榮引嗰啲人咧投資落佢嗰度，媒體集中於金克宇同余海軍嘅私人生活。對於資本市場嚟講咧，呢個經典嘅認知失敗、認知套利嘅典型案例。呢一場股東大會咧，唔係社交聚會，其實係一個融資，其實呢個係續命，其實咧就拉呢個金克宇出嚟，已經係好有地位啦。佢喺國際上係話最100個擁有影響力嘅經濟學上嘅人之一，拉佢爸爸出嚟。佢利用金克宇嘅雙重信用、學術光環、紅色背景，其實佢已經就嚟執笠結果保利德集團負債68億人民幣破產，呢個就係剛啱先至係破產結算，就係呢個月發生嘅事。我哋先睇下金克宇呢個人，
佢嘅學術研究係國家主導型發展模式，即係點啊？大陸嗰啲舉國體制、產業策略同長期規劃能力係點解會好過市場經濟、自由經濟？覺得大陸呢一套用國家推動產業，結果係點解會成功？長期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論壇，係能被理解嘅中國聲音。佢因為佢13、14歲就去咗美國，佢講一套完全係西方嗰套，係用西方明白嘅嘢嚟到推銷中國嘅經濟。中國最具國際能見度嘅經濟學者之一，高度制度化、精英化，以西方學術言語為中國模式辯護。嗱，你大家睇下佢，佢係哈佛博士、倫敦 LSE 嘅終身教授，呢個金克瑜嚇，係 WEF 達沃斯嘅常客，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呢個博士後研究係攞到獎嘅，佢係第一嘅嗰陣時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終身教授，呢個係極高嘅學術地位。佢嘅爸爸金立群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嗱，呢個係中國嗰陣時大鑼大鼓搞出嚟嘅嘢，係想取代呢一個世界銀行啊，或者呢個亞洲發展銀行。亞洲發展銀行咧就日本主導，首任行長呢個係高度，即係佢爸爸係做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前係財政部長，梗係喺金融圈有好多地位啦。你信唔信佢擔保之下係可以為人借到好多錢呢？呢個係頂級配置嘅精英路線。佢10幾歲，佢係喺呢個北京嘅即係嗰啲紅二代嗰啲中學出世，10幾歲就去咗美國嘅頂級私立中學，哈佛大學學術後研究，倫敦政經學院終身教授，歐洲政策經濟學核心團成員，呢個就係個爸爸喺亞投行首任行長，而且做咗2任，係專業能力嘅體現，係與體制國際機構嘅連結。仲有 Epstein 相關提案提及 Lawrence Summers 同關於金克瑜嘅討論係講乜嘢呢？最好笑呢個呢，Epstein 呢就教Lawrence Summers 點樣溝女。嗰陣時Lawrence Summers 呢就係哈佛大學嘅校長，金克瑜呢就博士後研究。Epstein 話：你同佢再次上床嘅機會呢係等於零。呢個即係佢細上個床。Larry Summers 係念念不忘嚇，因為呢單嘢 Larry Summers 係永遠被逐出呢個經濟學會，任何經濟學論壇都唔會準 Larry Summers 去。好啦，呢個余海軍呢，佢其實真係做生意起家嘅，但係大陸嗰啲做生意呢係不停集資同槓桿嘅。浙江華東地區嘅豪車經銷紅頭，30間4S店，涵蓋二手車保險售後服務。其實一路呢，佢唔係冇賺過錢，呢啲係高度槓桿嘅生意。庫存你要存好多貨，嗰啲你代理呢，人哋俾壓力你要入啲貨，於是你有好多庫存。如果啲庫存係升值，啲貨去到呢，你就好。過去幾年發生咩事啊？不停跌價，高度依賴金融槓桿同現金流。如果銷售一差呢，就靠融資、票據、授信嚟到碌嘅啲錢係。最大鑊係乜嘢呢？賣唔去，然後嗰啲車跌價，因為過去嗰幾年呢個新能源車觸動，呢車賣得好少，而且大家鬥價錢、價格戰，於是大鑊。你而家盤貨不停減值，
資金鏈受壓，嗰啲人咧就開始唔借錢俾你。傳統豪車經營商佢嘅商業模式，業務涵蓋新車、二手車同售後，依賴金融槓桿。喺庫存導向咧，庫存等於係負債，呢個就係疫情後需求下滑，主要唔係需求下滑，中國車都係賣破紀錄，但係喺呢4年入邊，我哋睇住新能源車由唔夠10%變到上一個月60%係新能源車，冚唪唥係中國車，啲豪車嘅銷量跌咗一半，而且咧，如果你做新能源車咧，佢又不停鬥價，不停下跌，去到 Benz 啊、Audi 啊嗰啲廠咧都要不停減價，你減價大鑊喎，佢嗰啲 4S 店就大鑊喎，佢嗰手貨無論係入咗代理，因為代理 commit 咗入翻嚟嘅貨，或者二手車收翻嚟嘅貨，都完全喺度減緊值。新能源車價格戰嘅衝擊，資金跌鏈到咗臨界點企業點可以生存呢？要人哋繼續信佢先得啦已經跌咗落個現金陷阱入邊，呢個就係宏觀逆風，疫情需求下跌，庫存積壓，新能源車崛起傳統因為嗰啲 ICE car 呢一個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咧係跌咗一半，豪車嘅銷路跌咗一半，佢哋又要減價賣。新能源車咧好多靠直銷嘅 ，Tesla 靠直銷嘅，於是2022年咧根本已經係危險，去到2022年疫情2020、2021、2022已經差唔多頂唔順。生存嘅邏輯係要俾人信，關鍵在於被信，比帳面嘅盈利更加關鍵。只要繼續有人賒錢借錢俾佢咧，就希望可以拖過。策略轉向，從經營商品咧就轉為賣，呢個唔係經營，係賣背景同人脈，希望人哋相信。尋求強而有力嘅非正式增信工具，最後打出呢個黃牌，唔應該曝光嘅嘢，佢同金克宇嘅關係。2022年7月24號對外去投資股東活動，其實係金克宇個女嘅滿月酒，請晒所有人嚟浙江 Who's Who， 包括丁磊啊、阿里系啊呢啲咁嘅人，對外宣稱係分紅會，其實就係靠擺呢個酒，等金克宇暴露咗佢同余海軍嘅關係，佢哋兩個咁密切，你信唔信佢外父會唔救佢呢？由佢外父又蒲頭，佢外父副財政部長呢個亞投行嘅主席，喂，有冇能力調動呢個貸款去救呢個人呢？喺高度槓桿嘅商業環境，身份露面就成為咗信佢。大陸信人唔係講有咩抵押，係你有咩背景，你有咩背景就令到你值得相信，你就係因為佢會覺得你有政治 cover 咧，嗰啲銀行就會借錢俾你，啲人咧就會繼續呢一個投資你，所以你係唔會冧嘅。已知嘅參與者包括丁磊俾10億佢，萬向集團老冠球透過民生人壽6.5億，阿里嘅合夥人呢個人係曾經係螞蟻嘅 CEO 嚟嘅，投資1億，同花順董事長易易增，浙江前省長呂祖善個仔呂宗林，呢班人全部落搭，呢個就係金克宇及家族成員露面，尤其是佢爸爸金立群同個老婆盛裝出席 endorse 佢，證明背後有強大嘅權力結構支持，結果影響咗資方嘅風險評估，繼續投入資金，繼續借錢俾佢周轉，起碼唔抽住。所以因為2022嗰單嘢，佢可以延條命延到呢個月，其實就係
本質極限信用融資，利用與會者對呢個人際關係嘅迷信，將學術光環呢一個權力嘅背景、官場背景轉化為商業信譽。呢個喺大陸就係咁，你背後有咩人？結果資不抵債，最後掙扎嗱。結果總負債而家執笠啦，而家破產清算啦，68億爭人，起碼可變現資產資不抵債40億，違規挪用咗33億。曾經嘅身份護盾終於失效，佢已經如果唔係佢22年已經瓜㗎啦，佢拖到今日拖咗3年，佢梗係利用呢個金立群、金克宇嚟到等啲銀行冇逼佢啦。銀行同債權人以抵押物現金流為準嘅風險邏輯，昔日嘅政治光環冇辦法填巨大嘅債務黑洞。結構轉向超級聯繫人嘅黃昏，學術資本旋轉王出現收成，國際資本重新評估究竟係唔係可以照得佢住，豪門聯姻哇變咗負債，呢個大鑊，隱性擔保。嗱，金克宇同佢爸爸嘅地位，金立群嘅影響力，其實就係變咗係覺得佢係有人擔保嘅，因此佢融資延咗期，延遲咗違約，苟延殘喘，利用權力光環進行融資套利。市場唔係基於財務報表，係基於對關係嘅迷信。金克宇佢其實係對呢一個實操能力嘅誤判係溫室嘅精英而余海東為咗尋求政治護盾、債務黑洞、江湖資本急需佢嘅信用，佢就信佢有錢想要分享佢啲錢，結果佢認知陷阱，結果就死咗。呢個唔係單一嘅道德故事。當社會以人際關係取代財務透明，當象徵權力取代風險檢控，結果崩塌係不可逆嘅。好啦，嗰個最有諷刺性嘅全球響名嘅呢個經濟學者，竟然唔知道佢盤生意係就瓜嘅，因為私生女與名譽綁定，結果由受害者變咗係共謀，財務造假，呢個長期虧損、異常現金流完全被忽視。最令人覺得好笑嘅就係呢個金克宇，你知唔知佢出生嗰陣時咧？佢20幾歲嗰陣時咧，係會被請去巴黎嗰啲貴族嘅嗰啲世家舞會度，只有 old money 好有地位嘅人先至去。一個咁嘅人點會做咗余海軍嘅小三，而且唔係唯一嘅小三？余海軍除咗配偶，仲有多段關係，子女多達9個人，其中部分長居於海外。聽講話佢老婆係帶咗幾十億逃咗去加拿大，同埋6個仔。你做人哋嘅小三，竟然仲大張旗鼓，你爸爸係乜嘢人？喂，呢個係副財政部長都唔好講啦，呢個係亞投行嘅主席，竟然出席個女呢一場咁嘅做人小三嘅擺滿月酒，就因為覺得人哋有錢，係咪好大嘅諷刺性啊？呢個係盡職調查失敗，完全睇唔通件事。高談中國模式，唔識破2套帳本，挪用資金33億，宏觀敘事宏大，掩蓋唔到微觀現金流嘅枯竭。舊邏輯背景有咩背景？就係隱形擔保，但係新現實喺絕對嘅債務黑洞面前呢，政治光環都冇用，只係拖咗3年。市場回歸風險邏輯，抵押物同現金，結果瓜咗。呢個就係喺經濟下行，權錢結合變得非常脆弱。
企業破產，明星掃地，背景因為監管輿論檢視成為負資產，呢個就係余海軍嘅策略，利用金克宇嘅認知盲區、江湖氣息嘅幻想，令佢覺得自己好有錢，而金克宇覺得可以享受佢嘅財富，情願做佢嘅小三。金克宇高估咗自己嘅日價能力，以為學術光環可以駕馭野蠻嘅資本。呢個信用被呢啲咁嘅呢啲政治地位被當用成金融工具，結果一定崩塌。呢個就係身份資產到負資產，身份愛嚟融資，非正式嘅背書只能夠續命，冇辦法救命。市場對制度契約風險評估，仲有冇人敢信呢啲關係？呢個就係金克宇同保利德案唔係單純嘅道德醜聞，佢係講大陸嗰度經濟運行嘅一個漏洞，佢係經濟周期轉換嘅一個注腳，提醒我哋喺去槓桿時代咧，凡係要用光環嚟到撐門面嘅生意，結果內部已經係腐朽。市場最終會懲罰嗰啲試圖用身份代替實力同信用，用人脈嚟到代替資產嘅人。當潮水退去，我哋先知邊個係裸泳。但呢次裸泳嘅唔止係商人，仲有嗰啲以為自己着住防護服嘅呢個救生衣嘅精英。好啦，嗱，呢個就係金克宇嘅教訓，係喺大陸咧係紅到不得了呢單嘢，大家覺得真係離晒大譜。呢個就係好啦，啲禮盒我同大家講下，好好賣嘅啲手信，大家快啲嚟買。呢6款係最好賣嘅，有大甲絲，有拱泰，呢個就係呢個咧。日本嘢有4款，都係出名嘅手信嚟嘅。日本曲奇禮盒、聖保羅禮盒啦，大家知道聖保羅 Q 餅好出名啦。咁就係等泰嘅芋頭酥好出名，維格餅家嘅鳳梨酥好出名，仲有招牌嘅酥脆玉子快車肉乾，呢個50年嘅維豐肉乾好平嘅，10幾蚊要幾十蚊。呢一個仲有呢個青鳥蛋卷呢個係就有肉鬆餡嘅。凡係買夠300蚊咧，就有個糖果袋大家多多支持嗱，歲晚大減價由16號起，呢啲咧係好受歡迎嘅嘢，都要減價，係等大家開心下嘅啫。第一，韓國 Soylab 個脫髮系列，用2個禮拜之後咧，有效減少脫髮71%，減少60%嘅頭皮皮碎，減少83% 頭皮嘅氣味。仲有洗頭水，原價而家係幾錢呢？270蚊，減到198蚊，等大家開心下嘅啫，真係好好賣。本來已經係嗰個黑豆嘅頭皮精華呢，40ml 原價225蚊，減到168蚊。好啦，雅烏樂Oral 光彩護乳髮第3代日本製造，呢個大家已經係日日買，好受歡迎。過年一定要大家開心下。9種植物萃取物，佢用銀離子配方加強咗感光而家冇太陽都得，普通燈光可以做到染髮。今次保護埋頭皮同埋頭髮，一支原價415，今次減到288。1月16至2月16，網上及門市有售。提大家嚟門市買嘢呢，仲可以憑1張發票加38蚊買美國 No.1 鹽焗開心果1磅裝，唔使去街度買，38蚊個 quality 贏晒街度。呢啲係蝕本賣俾大家嘅，數量有限，售完即止。